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很多痛苦，其实不是因为事情真的走到绝路，而是因为我们被困在一个结里太久了。有些结是人际关系的结，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开，却因为面子、误会、情绪拖成冷战。有些结是工作的结，明明方向已经错了，却因为投入太多不甘心放手。有些结是内心的结，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你一直反复想，一直怪自己，一直问为什么当初会这样。也有些结是命运给你的压力，困难一波接一波，外面有风雨，心里也有雷声，好像所有事情都卡住，怎么做都不顺。可是易经第40卦雷水解讲的不是永远困住，也不是一切都无解，它讲的是当雷声响起，冰水开始融化，停滞的局势终于出现松动。这一卦的核心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解除束缚，不是任性放纵，而是在最适合的时机把该化解的化解，把该释放的释放，把该回到正轨的事情重新拉回来。雷水解，上卦为震，下卦为坎。坎是险，是困难，是压力，是内心的不安，也是外在的危机。震是雷，是行动，是突破，是变动，是春天来临时那一声让万物苏醒的雷。水在下，雷在上，就像寒冷的冬天之后，春雷一响，冰雪消融，万物开始恢复流动。这个画面非常重要，因为解卦不是说困难从来没有存在，而是说困难已经到了可以被处理、被松开、被化解的时候。所以这一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解结。人生不是没有结，而是要懂得在什么时候解，用什么方式解，哪些结要解开，哪些人要放过，哪些事要停止，哪些责任又不能逃避。卦辞说，解利兮难，无所往，其来复急，有攸往，速急。这段话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人生处方。利兮难，兮难在古代象征平顺、柔和、众人，回到大地，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再往偏激、孤立、逞强的方向走，而要回到比较平实、稳定、有人可以协助你的地方。当你遇到困局，不要再一个人硬扛，不要再觉得只有自己最懂，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变成孤军奋战。解卦提醒你，真正的化解往往不是靠更激烈的对抗，而是靠回到人群，回到现实，回到可以合作与协调的路线。无所往，其来复急。如果目前已经没有必要再往外追逐，没有必要再扩大战线，那么回来，回到原本该做的事，回到生活的秩序，回到自己的本分，就是吉祥。很多人一遇到压力就想立刻换工作、换关系、换环境、换人生，好像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好。可是解卦说，不是所有问题都要靠往外跑来解决，有时候你真正需要的是停下来，把混乱收拾好，把之前留下的漏洞补好，把自己从焦虑与冲动中拉回来。有攸往，速急。如果真的有必须处理的事情，有非做不可的行动，那就要早一点做，越早越好。解卦不是拖延之卦，它不是叫你装没事，而是告诉你能不动的地方不要乱动，该动的地方要趁早动。这就是人生最难的智慧。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冲，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忍，该回头的时候回头，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和解的时候和解，该切断的时候切断。大象传说，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右罪。雷雨交作，天地之气郁结之后，终于释放出来。雷声打开闷住的天空，雨水洗去累积的尘埃，这就是解。君子看到这个卦象，就懂得赦免过失，宽宥罪责。这句话如果放到生活里非常深刻。很多家庭的痛苦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大错，而是每个人都抓着对方过去的错不放。夫妻吵架，10年前的事情还可以拿出来讲，
父母管孩子永远用旧标签看他，朋友之间有一次误会，从此心里存着疙瘩。你以为自己是在保护自己，其实你是在让过去继续支配现在。解卦的大象传告诉我们，当局势已经松动，当对方有悔意，当事情可以收拾，当伤害可以停止，就不要再把人永远定在错误上。赦过不是说错误没有发生，宥罪也不是说不需要承担责任。他的意思是，该处理的处理完之后，不要让怨气继续统治人生。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不生气，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惩罚。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让原则变成报复。当然，这里也要讲清楚，宽恕不是纵容，和解不是回到伤害你的地方继续被伤害。如果一个人反复欺骗、反复伤害、反复利用你的善良，那不是解，那是你没有界限。解卦的智慧是解除困局，不是把自己重新送回牢笼。真正的解，有时候是原谅，有时候是离开，有时候是说清楚，有时候是停止纠缠，有时候是承认这段关系已经无法恢复，然后把自己从怨恨里救出来。初六爻说无咎，这是解卦一开始的状态。事情刚刚开始松动，危机刚刚解除，问题还没有完全展开，但已经没有大的灾祸。这一爻的重点是，不要在勾结出压力时又制造新的问题。很多人遇到困难时很紧张，等困难一过就开始得意忘形，刚和好就开始翻旧账，刚脱离危机就开始放纵，刚从压力中逃出来就马上做更冒险的决定。初六提醒你，刚解困时最重要的是稳住，不要急着表现，不要急着庆祝，不要急着证明自己。你现在没有灾祸，不代表可以乱来，事情暂时没事，不代表根本问题已经消失。在人际关系中，这一爻的建议是，如果误会刚刚解开，就先保持温和，不要急着要求对方立刻回到从前。感情受脏之后需要时间修复，信任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完全恢复。在工作上，如果危机刚解除，就先把流程整理好，把责任厘清，不要马上开新战场。在个人生活里，如果你刚走出低潮，最重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很强，而是建立稳定的节奏。九二爻说，田获三狐，得黄豕，贞吉。这一爻很有画面感。田猎时抓到3只狐狸，又得到黄色的箭，守正就吉祥。狐狸象征狡猾、隐藏、疑虑、暗中作祟的因素。三狐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不是表面的一点麻烦，而是背后可能有多个不诚实、不清楚、不前进的地方。人生中的很多困局之所以难解，就是因为问题不止一个。表面上是同事难相处，其实背后是权责不清；表面上是夫妻吵架，其实背后是金钱、家务、尊重、情绪累积在一起；表面上是你没有动力，其实背后是目标混乱、身体疲累、长期压抑。92告诉你，真正解决问题不是只处理表面，而是要把藏在田里的狐狸找出来。得黄豕也很重要，黄是中正之色，豕是剑，是方向，也是判断力。你要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情绪，要靠准确的判断；不能只靠抱怨，要找到问题的核心。当你能把隐藏因素抓出来，又能用中正的方法处理，这就是贞吉。所以遇到复杂问题时，不要急着问我要不要放弃，先问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只问谁让我不舒服，要问这件事背后的结构哪里坏了。不要只问我为什么这么倒霉，要问我是不是一直忽略了某些警讯。92的建议是冷静调查，抓出根源，保持正直，不要用偏门手段解决偏门问题，因为用错的方法解决只会打出更大的死结。63爻说富且成，智寇至，贞令。这一爻非常像现代社会的某些场景，背着重物的人却坐上了车子，看起来身份不配，位置不当，结果招来盗贼。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德不配位，能力不配资源，内在还没有准备好，却占据了超过自己承担能力的位置，就容易引来麻烦。这一爻谈的是不相称，一个人明明还没有足够能力，却硬要装成专家；明明没有管理能力，却占着主管位置；明明感情还不成熟，却急着进入承诺；明明财务基础不稳，却借钱买面子。这些表面看起来是得到，其实是招祸。在生活中，63提醒我们，解除困难之后，不要急着往高位爬，不要急着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要靠包装来掩盖内在的不足。你越是用外表充住身份，越容易吸引别人的质疑与攻击。真正安全的方式是让自己的能力、品格、资源与位置相称。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让你压力很大的位置，这一爻不是叫你自卑，而是叫你诚实评估。我需要补什么能力？我需要放下什么虚荣？我是不是为了面子承担了不该承担的东西？如果你能调整自己，问题就能化解。如果你硬撑到底，就算你心中觉得自己是对的，也会陷入令，变成尴尬、阻滞、难以收拾的局面。94爻说，解而母，朋至私服。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先解除脚趾上的牵绊，朋友才会真正信任而来。母是脚的大拇指，是行动最前端的小地方。它看起来不大，但如果脚趾被绑住，整个人就走不稳。这一爻说的是，要解决大问题，有时候要先处理最接近行动、最基础、最容易被忽略的小牵绊。在人生中，很多人一直想要贵人，一直想要合作，一直想要别人相信自己，可是他没有先处理自己的小毛病。比如说，答应人的事情常常拖延，讲话常常不清楚，做事常常留尾巴，情绪一来就失控，重要讯息不回，细节不整理。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大恶，可是它会让别人不敢靠近你，不敢把重要任务交给你。94告诉你，真正的人脉不是求来的，而是当你解除自己身上的牵绊，别人才会愿意靠近。你把不稳定改掉，把不负责任改掉，把模糊不清改掉，把拖延改掉，把那些看似小但会影响信任的地方改掉，朋友自然至，合作自然来。在感情里也是如此。很多人一直问，为什么对方不信任我？为什么关系没有安全感？你要先看自己有没有某些小地方一直让人不安。不是每一次都要惊天动地的大错，很多关系就是被一连串小失望磨坏的。解而母就是先从小处解起，不要一开始就要求世界理解你，先让自己的行动值得被信任。65爻说，君子唯有解，吉，有福于小人。这一爻到了君子的位置，重点是有能力真正解除问题，而且连小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诚信，这是很高的境界。一般人遇到问题只想把自己救出来，君子遇到问题会想办法让整个局面恢复秩序。一般人解决冲突常常是压过对方，君子解决冲突是让该放下的放下，该承担的承担，该回正的回正。有福于小人，不是说要讨好小人，而是说你的诚信、你的公正、你的处理方式，连原本不那么高尚的人都不得不信服。这对领导者、老师、父母、主管、创业者来说非常重要。真正的解不是靠权力压制，也不是靠情绪宣泄，而是靠公正与信用。在家庭中，如果父母处理孩子的错误只是羞辱、比较、威胁，孩子表面听话，心里不服。可是如果父母能清楚说明规则，也愿意理解孩子的处境，该责备时责备，该给机会时给机会，孩子就会慢慢相信这个家庭的秩序是有爱的。在公司中，如果主管只会找战犯，团队只会更害怕。如果主管能厘清责任，也能协助修正，大家反而愿意承担。在关系中，如果你只想赢，问题永远不会真正解开。如果你愿意真诚面对，也有界限的沟通，对方才可能真的相信你。65的建议是，当你处在有影响力的位置时，不要把解决问题变成展示权威，你要用诚信让人信服，用公正让局面安定，用宽容让人有改过的空间。这样的解
才是真正的吉。上六爻说，功用设损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这是解卦的最后一爻，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爻。公侯设下停在高墙上的损，成功获得，没有不利。损是猛禽，飞得高，眼光锐利，也象征高处的威胁，最后的障碍，躲在上方伺机而动的问题。高庸是高墙，代表这个问题不是在平地，而是在很高很难处理的位置。解卦走到最后，不是所有问题都用宽恕就好。前面讲赦过又罪，讲化解误会，讲放下怨气，但上六提醒我们，有些威胁如果已经站在高处，已经形成危险，已经不是普通误会，而是会伤害整个局面的力量，就必须果断处理。这一爻的智慧是，能和解的要和解，该宽恕的要宽恕，但真正的祸根不能放任。生活有些人不是一时犯错，而是反复操弄，反复破坏，反复利用别人的善意。职场里有些问题不是沟通不足，而是制度漏洞已经被人利用。感情里有些伤害不是磨合，而是控制、欺骗、背叛与消耗。这时候你如果还用大家好好说来处理，反而会让问题继续做大。上六说要设损，而且要设得准，这不是情绪化攻击，而是看清楚真正的威胁在哪里，选对时机，果断处理。不要打草惊蛇，不要乱发脾气，不要到处抱怨，而是要搜集证据，厘清规则，站稳立场，一次把关键问题处理掉。当你能击中真正的祸根，就无不利。所以雷水解这一卦完整看下来，其实是在教我们一套非常成熟的解困之道。刚开始解除危机时要稳住，不要乱动；遇到隐藏问题时要找出狐狸，看清根源。当位置不相称时，要放下虚荣，让德行与能力配得上资源。想要得到朋友与合作时，要先解除自己身上的小牵绊。身在高位时，要用诚信与公正化解人心。遇到最后真正的威胁时，则要果断出手，不能姑息。这就是解卦最深的道理。解不是随便放下，解是让事情回到它该有的位置，该原谅的原谅，该道歉的道歉，该补救的补救，该停止的停止，该切断的切断，该重新开始的重新开始。很多人以为人生的问题只要时间过去就会自然消失，可是有些结，如果你不解，它不会消失，只会变成更深的怨。有些错，如果你不修，它不会淡化，只会变成下一次危机。有些人，如果你不设界限，他不会醒悟，只会继续消耗你。有些情绪，如果你不释放，它不会安静，只会在某一天用更激烈的方式爆发。雷水解提醒我们，当春雷已经响起，当冰雪已经开始融化，你就不要再抱着冬天的恐惧不放。人生总有被困住的时候，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可以解开的时候勇敢去解。不要把面子看得比关系重要，不要把执念看得比自由重要，不要把怨恨看得比未来重要，也不要把一时的舒服看得比真正的解脱重要。如果你现在正面对一段紧张的关系，解卦告诉你，先不要急住定罪，先看有没有说开的可能。如果你现在卡在工作困境，先不要只想逃跑，先找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现在被过去的错误困住，请你记得，承认错误，修正错误，然后放过自己，也是解。如果你身边有反复伤害你的人，请你也记得，真正的慈悲不是让自己继续受苦，而是清楚设下界限。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从来没有结，而是每一次遇到结，都能更成熟地解开。能化解误会是智慧，能放下怨恨是格局，能修正自己是成长，能果断断开错误的人事物是清醒。雷水解不是告诉我们所有问题都会自动变好，而是告诉我们，当时机到了，就不要再拖；当问题能解，就不要再表；当心可以放下，就不要再困住自己。你生命中现在最想解开的是什么结？是一段关系的结？是一个工作的结？是一个家庭的结？
还是你心里一直过不去的那个结？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也可以告诉我，你觉得解卦最打动你的是卦辞、大象传，还是哪一个爻辞？也许你的故事正好也能让另一个正在困局中的人看见解开人生死结的方向。